我让你知道我厉害，我让你知道我不是那么好欺负，我不是说像泥一块泥一样，你怎么捏怎么湿。那就一瞬间，就那一刹那，我什么都没想，我就是恨他，我就是恨到我想拿刀捅他。这位外貌出众的年轻女性，她的名字叫杨洋。她曾经是10佳空姐的行业明星，是北京大学的高材生，还曾留学瑞士。这样一个才貌双全、前途无量的女性，她本来应该有着光明的未来，但是在她25岁那一年呢，她拿起了刀，捅了情人18刀呀，刀刀致命。这起案件呢，当年震动了全国，媒体称她为最美死刑犯。那么她到底经历了什么呢？大家好，我是海岩，今天我们来讲最美空姐死刑犯。2021年的6月18日早上9点，北京朝阳区的一处高档公寓内，保姆像往常一样推开了雇主的家门，而这一刻，整个人他都愣住了。客厅里弥漫着血腥的味道，地上和沙发上到处都是红色，地上呢有一个大行李箱，一个男人的上半身被装进了行李箱里，2条腿还露在外面。警察很快赶到了现场，开始了侦查。首先呢，警察确认了死者的身份，死者是房子的主人，名字叫顾建民，他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总经理，年薪100万，在那个年代算是成功人士了。法医确认，顾建民身中18刀，刀伤多在胸口内脏破裂，失血过多而亡。死亡的时间呢，大概是凌晨4点。卧室的床上还有没有清洗干净的红色，而那个卧室的墙上有喷射状的血迹，洗衣机里呢还有带血的被子和被单，所以警方判断凶手应该是在卧室杀人之后呢，将遗体移到客厅的行李箱里。房间里有打斗的痕迹，窗户是关着的，门锁呢也没有被破坏的痕迹，而且呢，这是一栋高档的公寓，如果没有门禁卡和电梯卡的话，必须经过主人的同意，凶手才有可能进入房间。所以呢，警察初步推断呢，应该是熟人作案。另外呢，警方还发现了一个小巧的女性的鞋印，所以呢，凶手很可能是一名女性。警方调取了公寓的监控发现在案发当天凌晨6点，有一名行为诡计的女性呢，曾经来过顾建民的家里，这和案发时间相吻合。不过呢，她在电梯里的时候用手捂着脸，看不清具体的样貌。但是顾建民的妻子和弟弟一眼就认出了这名女子，她的名字叫杨洋，曾经是一名空姐，后来呢成为了顾建民的情人，两个人是分分合合，纠缠了很长一段时间。显然杨洋有重大的作案嫌疑。警方呢立刻布控但是杨洋已经潜藏了起来，他曾经留学瑞士，母亲定居加拿大，极可能外逃。警方呢就封锁了各出境口岸整整3个月的时间，杨洋就如同人间蒸发了一样。2011年的10月8日，转机就出现了。杨洋呢在加拿大大使馆办理签证的时候，被工作人员给认出来了，并且报警。警方迅速的赶到，将其逮捕。面对审讯呢，他很快就承认了杀人的事实。但是呢，他神情镇定，谈吐清晰。他身高1.7米，长得又很漂亮，气质优雅，曾经被评为10佳空姐，也算得上行业明星了，而且还是北大的高材生。调查人员都很好奇这样的一名女性为什么会做出这种毁掉自己一生的事情呢？随着调查的深入，慢慢就有了答案。杨洋1976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后来呢，他的父母离异了，杨洋呢就跟着自己的母亲来到了厦门生活。在学生时代呢，杨洋是学校的校花，她不光长得漂亮，而且学习成绩非常的优秀，是学校的风云人物。1993年，厦门航空公司举办了一个25人的空姐培训班，杨洋很感兴趣，报了名。凭借着自己的优秀的外貌条件，在2000名的候选人当中脱颖而出。经过培训之后呢，1997年，杨洋正式成为了厦门的一名空姐。在航空公司里工作了2年之后呢，因为表现优异，获得了厦航的10佳空姐的称号。她本应该有着光明的未来，但是在1993年，她遇见了改变她一生的男人顾建民。1997年的3月，在一架北京飞往厦门的航班上，21岁的空姐杨洋正微笑着为顾客们服务。这时呢，一位穿着夹克、理着平头的男性乘客引起了他的注意。是他穿了一个蓝色的夹克衫，然后剃一个平头，眼睛很大，就是一直在笑，给我感觉就像一个很快乐的推销员。他总是微笑着看着他，并且频繁的按铃，一会儿要饮料，一会儿要毛毯，最后呢，借着填写旅客意见卡的机会呢，向杨洋索要了联系方式。杨洋呢，出于职业习惯将不常用的传呼机的号码留给了他。
这个男人呢就是顾建民，当时他35岁，他一下飞机呢就对杨洋展开了激烈的追求，传呼机的信息是一条接着一条，而杨洋呢却只是礼貌的回复过一次，他委婉的拒绝了他的邀请。因为在那时的杨洋呢正做出了一个人生当中重要的决定。1997年他辞去了空姐的工作，考入了北京大学成人教育学院攻读工商管理。他一心向往着更高的平台，对爱情并没有太多的憧憬。1998年，杨洋在北大的第2个学期，一天宿管管理员突然喊他来接电话，话筒的那头传来了熟悉的声音，对方很快就自报家门了，说自己是顾建民。他喂了一声，当时我一下脑海中就闪现他的名字，就很深刻，就是很清晰，就是他的名字，还有他当时在飞机上那个音容笑貌。当时我心里震了一下，我觉得挺感动的。我觉得说已经经历1年多了，只是打一个照面而已，怎么会找到我？这就是让杨洋既惊讶又感动啊！毕竟已经1年之后了，顾建民怎么找到自己的呢？原来啊，这个杨洋去了北京之后呢，他将自己的传呼机就放在了厦门的家里。顾建民曾经多次拨打他留在厦门的那个传呼机，而杨洋的母亲看到之后呢，就给他回了一个电话。电话当中，顾建民说话得体，言辞恳切，最终呢，就通过他的母亲问出了杨洋在学校宿舍的电话。顾建民的这份执着，让独自在北京求学的杨洋内心呢就产生了一丝波动。2个人相约第2天见面。到了第2天，顾建民西装革履啊，手捧着鲜花，开着奔驰车出现在了北大校园。他谈吐得体，事业有成，赢得了杨洋的好感，2个人就成为了朋友。之后呢，顾建民对于杨洋就展开了无微不至的追求啊，不仅常常送他一些贵重的礼物啊，带他去吃一些好吃的，甚至呢，为了接近他，在北大报读了英语班。杨洋这个女孩之前并没有谈过恋爱，也没有什么感情经历，她是一个感情上的小白，在北京独自一个人求学，时常会感到孤独，很快呢就被这种强势的追求给攻陷了。2个人迅速的坠入了爱河。那时候感觉很快乐，感觉很有希望，生活中充满阳光那种感觉，感觉爱与被爱都是一种需要。那个时候顾建民在北大附近啊租下了高档的公寓，2个人开始了同居。顾建民每天啊将杨洋哄得非常开心，2个人非常的甜蜜。然而呢，甜蜜的生活仅仅维持了半年，意外就发生了。1998年的冬天，杨洋发现自己怀孕了啊，他满心欢喜地告诉顾建民，结果对方脸色大变，支支吾吾的说你不高兴吗？我反复问他，我说我怀孕了，你不高兴吗？我觉得你应该高兴啊，可是他好像一脸很忧愁的样子，很烦恼的样子，烦躁。他说不行。在杨洋的再三追问之下，顾建民终于崩溃了，说出了实情。他说他在福建老家已经结婚了，而且妻子还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他说其实杨洋，我很想让你多了解我一点，了解我的生活工作，然后包括我的家庭。反正说到这里，我在旁边这样点头。他说家庭，我说你家庭，然后我就顿了一下，我说你家庭，我说你结婚了吗？他点头。我好像我的灵魂，我人在这里，我灵魂已经不在这里了，我灵魂好像是在上面在俯视这一切那种感觉。杨洋的世界瞬间就崩塌了，他一心经营的这个甜蜜爱情啊，竟然让自己成为了可耻的小三儿。顾建民见状呢，声泪俱下的开始了他的表演。他抱头痛哭，说自己的婚姻是小时候父母包办的，他和妻子毫无感情，直到遇见了杨洋，才懂得了什么是真爱呀，并且呢，他还发誓啊，一定要尽快离婚，然后再娶她。我从来没见说一个大男人，然后很稳重的一个大男人，然后像呜呜像小孩一样哭，然后眼泪哗哗顺着脸上就那么流下来。当时我也有点惊讶，我说他这样哭，我觉得他一定是心里很痛苦吧。深陷爱河的杨洋心就软了，毕竟顾建民呢是他的初恋，他也舍不得，也不想就这样结束这段感情。他选择相信对方，并且打掉了孩子，给顾建民一些时间处理家里的事情。他幻想着有一天顾建民能够娶她。
但是承诺成了空头支票，顾建民不仅离婚毫无进展，而且呢还开始了夜不归宿，整天流连风月场所，很少准时能够回家。有一次呢，杨洋在 KTV 就看见顾建民搂着一个陪酒小姐，手还放在小姐的大腿上。顾建民曾经送给她一个名贵的包，而这个小姐旁边的包和送她的那个包一模一样，这让她更加的愤怒呀。你让我特别傻，像傻子一样等你。我就当那么多人面，我就骂他，我说你个骗子，从一开始你骗。杨洋直接就把包砸在了他的脸上，在客户面前被女人打，顾建民觉得没有什么面子，暴怒之下的顾建民将杨洋拉了外面，用砖头砸破了杨洋的头。杨洋被送到了医院，缝了4针。家暴有了第1次，就会有第2次，有第3次。每次家暴之后呢，顾建民又会忏悔着求原谅。杨洋呢身心受创，但是呢因为感情依赖和经济不独立，难以抽身。为了摆脱这段扭曲的关系，2000年，杨洋选择远赴瑞士留学。可是没想到的是呢，刚到瑞士没有1个月，顾建民就疯狂的给他打电话。刚开始不确定他住哪个房间，顾建民呢就干脆将整栋楼的电话都打一遍。1个月的远洋电话费就高达3万元。他反复倾诉着自己对他多么的思念哀求着杨洋回国。情感上仍然被牵制的杨洋被顾建民搞得是心烦意乱，他再一次心软了。每次假期飞回北京的时候呢，都与这个顾建民团聚。但是呢，他心里清楚，这样下去的话，他永远都是第三者，他和顾建民之间的感情永远没有结果。于是呢，他就有了一个可怕的念头：如果顾建民的妻子不在了，那么他是不是就可以和顾建民名正言顺的在一起了呢？杨洋呢打听到了顾建民的妻子要办理一个海外证明，于是呢他主动就给顾建民的妻子打了电话，谎称自己是办理证件的公证人员，相约见面。他提前用10支温度计把里面的水银取出来。要知道水银是具有剧毒的见面的时候呢，杨洋又谎称要给对方检查身体，骗对方喝下了水银，然后找借口逃离。顾建民的妻子起初是没有怀疑的，之后呢觉得不太对劲儿，于是呢他就给自己的丈夫打了电话。根据妻子的描述，顾建民就猜出那个人肯定就是杨洋，于是呢让妻子赶紧到医院里去检查。因为抢救的比较及时吧，这个妻子呢才安然无恙，并且没有什么后遗症。顾建民因为旧情没有报警，但是呢这次事情就让顾建民对杨洋发生了转变，他开始疏远对方。杨洋呢也彻底看清了对方，决定呢彻底离开。2001年，杨洋最后一次回国办理赴加拿大的签证，打算彻底离开。杨洋打算同母亲一起移民加拿大。6月27日的深夜他来到了顾建民的新的住处，想取回自己的物品，并且呢给对方做最后的道别。因为没有钥匙，他直到凌晨，顾建民才醉醺醺的回到家里。2个人坐在了沙发上平静的聊天。这时呢，顾建民的手机突然响了，他躲进卫生间里接了一通电话。在好奇之下呢，杨洋躲在门外面偷听2个人的通话，语言暧昧，对方明显是一个女人。这个明显是在给一个女的打电话，因为是很温和。他说我很冲动，说你不介意吧？当时我就感觉很恶心，真的很恶心。我就感觉我自己怎么那么卑贱。这通电话让杨洋感觉自己就是一个白痴呀，自己全心全意爱着对方，结果呢自己却只是顾建民的其中一个情妇，这让他感到非常的屈辱。实际上呢，杨洋并没有从这段感情里走出来。当晚2个人睡在了一起，凌晨时分，他趁顾建民睡着了，拿到了他的手机回拨了那个号码，确认对方是一名娱乐场所的女子。手机按键声惊醒了顾建民，他看到了杨洋正在查看手机，瞬间暴怒，从厨房里拿了一把水果刀，将杨洋按倒在地上，愤怒地喊道：信不信我宰了你？你爱我，和我身上爱我，爱到最后你可以就杀了我。我就想我要报复你，我让你知道我也厉害，我让你知道我不是那么好欺负，我不是说像泥一块泥一样，你怎么捏也怎么湿。那就一瞬间，就那一刹那，我什么都没想，我就是恨他，我就是恨到我想拿刀捅他。在那一刹那呢，多年积压的欺骗、暴力、背叛和绝望冲垮了杨洋的最后一丝理智，
他疯狂地夺过了刀，就算把手给刺破了，他也不在乎。他朝着顾建民的胸口猛刺，1刀2刀，连续刺了18刀。顾建民倒在了血泊当中。杨洋呆坐了1个多小时，他知道自己的前途和人生已经被彻底的毁掉了。2002年9月9日，北京市第2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杨洋犯故意杀人罪，手段残忍且杀人之后盗取财物，意图潜逃，判处死刑。杨洋当庭上诉。案件经过媒体的报道呢，引发了巨大的争议，舆论分为2派。一方呢认为杨洋毒害原配，手刃情人，死有余辜；另一方呢则认为他本来就是一个受害者，被顾建民长期的欺骗、家暴，最终激愤杀人，罪不至死。2003年的2审，法院采纳了几个关键性的情节。第一，顾建民隐瞒已婚的事实，欺骗杨洋同居，过错在先。第二呢，凶器是顾建民首先拿起来威胁对方的，案件属于激情杀人。第三，案件系感情纠纷引发，社会危害性相对有限。最终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改判杨洋死刑，缓期2年执行。改判缓刑之后，杨洋在黑龙江女子监狱服刑，因为表现良好并且有文艺特长，他2次获得了减刑，最终刑期改为有期徒刑16年。目前呢，他已经刑满释放了，并且重获了自由。